我当着全国13亿人的面直播撬开了秦始皇的墓。然而国家非但没有抓我，还要任命我为国家考古队队长，甚至就连国际文物组织都极力拉拢我成为他们的一员，求着我去帮他们掀开金字塔看一看。而在这之前，我本是考古大学总分第1名毕的业，却因我老爸是个农民，没有关系也没有钱去贿赂考古队的蛀虫，他们就以我祖上有案底为由被刷了下去。其实我知道名额是被别人占了，悲愤之际，我带着黑金古刀进了秦始皇陵，并且进行全网直播。一时间我的直播迅速传开，新颖内容引来数百人观看，我顺着盗洞落了下去。无数观众刷屏想知道我在哪个陵墓，我索性借此拉一波人气，直接把我所在的秦皇陵位置告诉了他们。很快直播人气再度提升，秦皇陵是世界考古难题，专业考古队仅开发了 2%， 观众都嘲笑我是剧本太假。可直播间里的一位观众却开始慌了，他是秦皇陵的守陵安保老吴。这根本不是剧本，这地方是真的秦皇陵。随着直播内容播出，他越看越不对劲，直到看清这根本就是真的秦始皇陵。立刻通知所有警员，有人直播闯进秦始皇陵了！所有人都惊了，没想到盗墓贼竟嚣张到开着直播闯秦皇陵。不到10几分钟，所有安保就来到了我打的盗洞处。与此同时，我收到了系统完成任务的提示音，让我获得了千年家族才有的鼓舞技能。顿时，我脑中涌入了一大片鼓舞画面。同一时间，关于秦始皇陵被盗的事情不知如何走漏了，我直播间人数也因此变得多了起来，众网友都纷纷直呼大牛。就在这时，几声枪响传来，几名浑身是伤的保安狼狈地从洞中逃了出来。直播间的众人再次惊了，同样的盗洞，主播没事，警卫却纷纷受伤。其实没什么难的，秦始皇陵四面卧龙山环绕，镇压中间的腾龙之气。我打的盗洞只是投机取巧找到相对安全的路线，南面直通正宫入口，内藏9宫排列，是条死路；北面看似远离陵墓，实则在9宫变换中，距离更近。没想到一条简单通道竟藏到这如此栅栏，直呼主播竟然精通玄学。盗墓还敢堂而常文捉出来，网友婆说出来，这分明是挑衅，奇耻大辱！所有人佩戴设备，从北面走。没错，那个盗墓贼走的就是这条路。联系媒体平台，我们也开直播，只有直播将他抓住，才能震慑宵小。官方转播开启，两方直播同时播放，我的直播间热度轰然爆发。短短10几分钟，在线人数突破2000，还在飙升。我正走过兵马俑土坑地带，一条青色地砖铺就的通道出现在眼前。我停下脚步，心底戒备，听力比常人敏锐许多。此刻我察觉到了呼吸声，四下看去，这里只有平整的地面和墙壁。当我凝重抬头时，才发现呼吸声是从墓穴上方传来的。我掐诀推演，终于看懂了这里的布局，这是块巨阴之地。可前不久那地方明明毫无危机，此刻竟有凶险。那东西似乎是活物。推演的卦象显示，上坎下坐成困卦，若再往深处，便踏入困卦核心。以我能力虽可一搏，但我毕竟不是亡命之徒。可若此刻退缩，不仅会被抓，更不能证明自己。短暂思索，拼了！一路上不断推演奇门布局，尽可能避免刺激后方的凶物。老哥，啥也没有啊，你咋忽然这么凝重？到底咋回事？终究不是正门进来，凶险只会更多。我如此凝重的模样，让网友十分不解。我在确定暂时安全后，平淡解释道：我选的地方进来，只是更容易走进皇陵深处，而刚才我经过的地方，有呼吸声。呼吸声，我咋没听到？耳麦里所长的叮嘱刚响起，队员们就四下戒备起来，但强光手电扫了好几圈，什么都没发现。报告，没有危险，盗墓贼在忽悠我们，他肯定想拖延时间，继续追捕。墓外的赵广之听得老脸发红，下令道：小心！我淡淡回应一声，继续摸索着朝前走。与此同时，一直盯着我直播的老吴把话倒给了赵广智。赵广智沉默不语，脸上火辣，仿佛有巴掌声在耳边炸响。整个安保队不如一个盗墓贼，甚至要靠对方施舍才能保下队员，自己可是所长，正义的代言人，难道真要向盗墓贼低头？他压下抑郁，双眼赤红，吩咐队员用手雷解决怪物。轰隆，队员操作手雷进行轰炸，怪物终于碎成几块，再也无法造成威胁。赵广业深吸口气，双眼血丝浮现，发出低沉声音道：先跟着，补给马上到。队员们身经百战，不惧危险，收到命令后当即继续往前跟去。赵广卫也第一时间派人送弹药补给。与此同时，我前行一段后来到一处颜色明显不同的地砖道路前，通道宽阔，地砖比之前遇到的都大得多，即便会劈叉的人也无法同时踩在2块砖上。翻版陷阱，我喃喃自语。目中思索闪过，从一旁捡起散落的土块，随手扔过去。土块落地，地端猛然翻转，土块跟着坠落。我借着机会用强光手电照过去，深处插满尖刀，即便时隔1000年，依旧寒光凌冽。没一会儿，地端又转回原位，面前依旧是一条平整无比的道路，找不出任何瑕疵。弹幕瞬间炸了，这和之前考古队遇到的翻版陷阱一模一样。地关朝哪边翻完全随机，不一个个是根本不知道。当年开发秦始皇陵时，特种队员探路都差点死在那儿。这一世代漫长，却知不知是天涯间，谁仍记。翻版陷阱连整个考古队都觉得棘手，你一个小小的盗墓贼还能破解这个不成？
赵广智哈哈大笑，只要有这个翻版陷阱，抓住盗墓贼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本来棘手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，这让赵广智如何不惊喜？队员们马上就到。这回盗墓贼插翅难逃，网友们纷纷感到可惜。可就在这时，叮，检测到人气值达到5000，恭喜你获得危险感知天。脑海中机械化声音传来，让我眼眸一亮。踱步2个来回，经过简单试探后，我竟朝着前方地砖转一步踏了出去。这顿时让所有人懵了，观众炸锅，运气吧。可当我接连几步稳如老狗，所有人都不淡定了。直到我走到刚才扔土块的位置，地板依旧稳如泰山，太荒谬了！整个考古界都过不去的机关道，小哥竟如废平地。你们看，他每一步都踏在地砖正中间，像过平衡木。这平衡力练过吧？赵广智也是浑身颤抖，目露震惊。他看明白了，不只是平衡力，关键是对这里了如指掌，知道什么地方会触发机关，什么地方安全。赵广智在幕外愤怒地看着屏幕中的男主道：“该死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如此嚣张的直播到秦始皇陵？单凭着平衡陵就是身怀绝技，对机关道的熟悉，说明此人机关术造诣极深。可这么牛的人，为什么不申请加入考古队？觉得加入很难，还是他家世代盗墓没法洗白？可就算那样，考古队也不会揪着往事不放啊！难道会拒绝这种人才？素质5连，灵魂5问，承载着赵广智几小时的迟疑与痛恨。你这么牛，真想加入考古队，谁会拦你？必定全票通过。可你为什么偏偏选择盗墓？盗墓也就算了，还开直播，你这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吗？”赵广智内心无比纠结，最终赤红着眼，咬牙打通了考古队一位教授的电话，道：“老张，皇陵里的翻版机关被人破了。”哦，与此同时，正逐渐有了睡意，准备好好休息一晚，开始明天新生活的张教授，听到老朋友电话里的声音时，迷迷糊糊应了一声，但随着逐渐回神，你说什么？秦始皇陵的翻版机关道被人破了？他是当年参与探索秦始皇陵的教授之一，比谁都清楚那条翻版机关道的凶险，难以置信的震惊席卷全身。他曾差点死在那里。考古队耗时3月，最终被迫放弃。本以为当时无人能破，如今却得知有人成功走过。那人在哪儿？快，你等着我，你别乱动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我这就去，我马上过去。电话那头，张教授激动的语无伦次，翻版机关道被破解，此人机关造诣极高，若能拉拢进考古队，今后下什么墓都如鱼得水。赵广旺松了口气，有张教授许诺加入考古队，正好把人诱出来，到时轻易抓获，完美解决。至于张教授想放过他，再大能大过法律。小样，这还拿不下你，这波稳了。10几分钟后，张教授冲上骊山脚下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。看着老吴手机里的直播，又看看面前的盗洞，张教授瞪大了眼，盗墓还敢开着直播，这么嚣张？听到他只是前来观摩，并无不当行为，张教授明显错愕，随即目露惊喜。只要守护文物，沟通后便可理解，只是好奇观摩而已。而当看到画面中翻版机关在那面具小哥脚下仿若无物，此人机关术必定无比高明，极可能是千年难遇的天才。只要他不是真来盗墓的，说什么也要把他保出来。考古界需要这样的天才。张教授脑中再无杂念。很快有人找来大喇叭，年轻人加入考古队，大展拳脚。我是骊山考古队张建国，我们队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月薪2万，包吃包住，5险1金，考虑考虑，只要守护文物不触碰，合规勘探皆可行。我张建国替你作保，年轻人。扩音器太强，走在翻版机关道上的我还真听到了。弹幕炸了，牛啊小哥！考古队教授亲自请入编，从民间奇才直接入职，这还不答应？网友激动坏了，小哥厉害到让教授出面拉拢，绝对还有深藏不露的东西。更多人劝我出去，只要加入考古队，以后就能一直看这么有意思的直播了。不去。弹幕瞬间震惊，大哥，光明正大下墓的身份都不去，月薪2万包吃包住，教授亲自来请都不去。这小子不明白走下去是多大麻烦，他真以为会点机关术就能为所欲为，到秦始皇陵是大罪。他继续苦口婆心劝导年轻人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啊！可我再没理会一句，张教授痛心疾首，去了驴啊！他是真爱惜人才，可对方这态度让他无比棘手，自己出来和被拎出来，天壤之别。可张教授并不知道，现在不是我不想出去，是我现在除了些许鼓舞、血脉和危险感知，就只会点基础的盗墓知识，这些放在考古界根本不够看，我又不能透顶，生怕说错话，只能内心激动却装得不为所动。再等等吧，等人气再高点，奖励再多些，或者多破解几个皇陵谜团，一出去就能光宗耀祖。我的想法张教授不知道，此刻他已经陷入焦灼，这小子真就来看看，还是嫌待遇不够？连张教授都惊疑不定，我开出这条件他都不去，问题大了。赵广智满脸黑线，第一步就夭折。耳塞里传来队员无奈的声音道：“老大，翻版机关道过不去。”赵广智沉默许久道：“原地待命，我想办法。”他看向张教授道：“从正门进，能拦截吗？”张教授迟疑缓缓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怎么推断出这个盗洞的，但他这条路比正门便捷太多，过不了翻版机关，你们追不上。皇陵布局图他有，但里面机关考古队都束手无策。”赵广智沉默了，这不又废了？再闹大，自己也得革职。想了想，他便吩咐手下道：“先把他的直播间封了，咱们的也关掉。”很快那人慌张跑回：“不好了，所长，平台说封不了，有强大黑客干扰他们系统。”赵广智知道平台的审核力，连他们都封不了，不止，他同时在其他几大平台直播，我们查不出他怎么做到。如果说之前是震惊，现在赵广智彻底无法淡定，同时多平台直播还查不出手法，这小子背后极有可能是一支强大团队，事情我们解决不了。赵广智当机立断，拿出手机打了上去：“老大。”
大，出事了！张教授劝阻和我直播盗墓时，被网友分享到网上，瞬间引发关注。直播盗墓，这小子可真行！考古教授亲自拉拢都不给面子，好嚣张，史无前例第一人，网友震惊不已。即便深夜，我直播间热度也疯狂暴涨，很快突破1万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人气突破1万，阶段性奖励下发，恭喜获得基础古术，掌握基础预卜之术，精通基础蛊虫知识。脑海中系统声传来，我迅速掌握了知识，内心越发炙热，直接在系统商城兑换了预卜短，存入空间。与此同时，赵广智电话那头传来低沉声音道：“把人撤回来吧，尖刀小队已经出发了。”尖刀小队是让无数匪徒闻风丧胆的队伍，他们每个人都掌握着顶尖的格斗、侦查和鼓舞术，再加上赵广智提供的翻版机关视频，追上这个盗墓贼只是时间问题。几分钟不到，几辆越野车停在骊山脚下，为首之人敬礼后迅速分工，一半人直接追入盗洞，另一半准备特殊武器，10分钟内全员就绪。队长下令重开直播，既然盗墓贼敢嚣张，他们就以同样方式将其拿下，震慑宵小。这是尖刀小队的自信。直播画面里，他们来到翻版机关前，借助赵广智录制的视频，队员们以近乎恐怖的平衡力稳如老狗的通过机关。这批人很厉害，不乏不输面具小哥，特种部队吧？小哥要凉。网友大多数不看好我，毕竟我展现的不过是机关术和平衡力，但在绝对实力面前也形同虚设。有人劝我束手就擒，免遭皮肉之苦，我不为所动。他们不知道，这里是秦始皇陵，9宫排列，机关独重，绝非人力能敌。更何况前面不远处就是困卦核心，上对下砍，水中之泽，后方血尸只是开胃菜，一旦触发此地连锁，生机断绝，逃无可逃。我继续前行，前方出现一块巨大的独立墓室，镜头墙壁上赫然刻着一幅宏伟画卷，有东西。考古队耗尽全力都没找到，小哥居然发现了壁画，这刻的是什么？我举起强光手电，壁画一分为二，一侧飞禽走兽居于山中神态各异，另一侧无尽枯骨仿若炼狱，居中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峰上一道宽袍身影回首望来，四目相对，那画中人仿佛正与此刻的我凝视。那是始皇帝吧？这幅画什么意思？他预料到今天会有人来，我喃喃自语，不知为何一股诡异之感油然而生。那画中人似乎在劝阻我不要深入。此刻看着这幅画，我有种预感，再往前或许再无退路，让我心生忐忑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通道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与呼喝，快，那小子就在前面，别让他跑了，一起上，不要让他跑了。身后墓道里冲出7、8个人，我心底一沉，赶忙低喝道：“这里有机关，别乱动。”可他们哪肯听，直奔我冲来。下一秒，哗啦，有人踩陷了地砖，整条墓道剧烈震颤，土石滚落，咔咔的机械声响起，轰隆，墙壁上几块石板脱落，露出数十个巨大孔。紧接着，稀稀拉拉的诡异声响传来，我知道虫子来了。直播间弹幕炸了。机关出发了，上次这虫子咬死2个教授，完了完了！孔洞里涌出密密麻麻的黑影小虫，朝众人围拢。弹幕哀嚎，真是那些吃人虫，半分钟就能啃成白骨。幕外赵广智急得满头大汗，通过对讲机喊道：“不行就撤退，别冒险！”尖刀队长面色难看，低喝道：“喷火枪！”队员们迅速取出装备，火焰喷向虫巢，双方形成对峙。这时弹幕突然炸了，虫子怎么不靠近小哥？他们绕着他走。我低头一看，果然周身1丈内竟无一只虫子靠近，偶尔有虫子误入，立刻扭曲挣扎，口吐白沫而死，仿佛我周身形成了真空地带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尖刀小队队员瞪大眼，这小子用了什么妖法？赵广智和张教授在幕外面色惊疑。张教授喃喃道：“不可能，当年考古队用尽办法，这些虫子什么都不怕，怎么会怕一个人？不是怕，更像是血脉压制，如见天威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教授彻底懵了。当年他亲历秦始皇陵考古，最清楚这些虫子的可怕。喷火枪只能暂打，他们不惧生死，对血肉有天然渴求，从无畏惧之物。可眼前这一幕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赵广智也满心不解。弹幕忽然发现我在并指念咒，小哥在干嘛？难道要施法？他该不会想帮他们灭虫吧？啥？灭完虫跟着回考古队？那他怎么逃？四周都是墙，皇陵墙壁厚的离谱，半天都凿不穿。张教授也嘀咕道：“老赵，这小子还能跑走？”赵广智笃定道：“不可能，等虫巢一过，尖刀小队必能拿下他，除非他运气爆表。但此刻瓮中捉鳖，运气有什么用？”可就在这时，嗡，整条墓道突然震颤起来，那面雕刻壁画的墙壁开始莫名抖动。墙壁震动的刹那，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。什么情况？又有怪物？妈了，说好的相对安全的，我依旧念咒，不为所动。咔一声脆响，壁画上陡然裂开一道缝隙，文物要坏。幕外的赵广智和张教授同时瞪大眼，老张瞬间红了眼眶。咔咔咔，轰隆，土石滚落，整面墙壁轰然坍塌，一条幽深通道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收！我取出腰间葫芦，数十个黑点如被无形之力牵引，从废墟中飞回葫芦口。挂好葫芦，我径直朝深处走去，没理会身后还在和虫子纠缠的众人。直播间彻底炸锅，真是小哥搞出来的！2分钟打穿2、3米的墙，10台冲击钻都得打半天。那些黑虫是什么？玉蛊、玉虫术，绝对是扰江蛊术。赵广智双目赤红，难以置信，什么虫子能咬碎石头？这不科学。张教授看着满地碎片，如丧考妣。文物啊，那可是珍贵文物，老赵你一定要抓住他，让他将功补过，挖更多文物出来。我扫了眼直播间满屏的追问，平静开口道：“我是蛊师，刚才的是钻心龙，扰江特有，可开山断石。那些虫子怕我，大概是因为我身上蛊虫气息太浓，没提血液的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真是蛊师，扰江蛊师跑来盗墓。666，弹幕彻底疯狂。民间早有传言，扰江蛊师御虫驱蛊，行于绝山断河，如履平地。本以为夸大其词，没想到传说中的蛊师竟真存在。单一个小黑虫就有如此能力，世间千奇百怪的虫子在手中能发挥多大能量？而我就是
就是传说中的古尸，众人怎能不惊不喜？无敌，直接无敌！没人问我是否出自扰江，那地方自古神秘，也只有那里才会出现古尸。我没否认自己三舅老爷就是扰江人，祖上也出身扰江。老爹从小让我玩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，此前我只当他爱好研究生物，从没信过世上有古树，直到系统奖励古尸知识才相信。而壁画警示让我确信，秦始皇陵中藏有野史未载的隐秘。那个大一统帝国背后，始皇究竟在隐藏什么？答案或许只在他真正的葬身处。就在我继续深入时，丁检测到水银毒性，宿主中毒加一，系统提示突兀传来，此地聚水银河上竟也有剧毒。正要兑换防护符，系统再度响起，你的血液开始抵抗，抵抗失败，毒性加一，血液尝试吸收，吸收成功，水银毒抗性加一。我呼吸加快，原以为九黎乌血的百毒不侵只是概念，没想到竟是写实。吸纳万毒自然百毒不侵，上古无神血脉，第一阶段就如此强大。片刻后，基础水银毒性免疫，感知中血液只是稍中了些，并无异样。考虑到日后要加入考古队，身后追捕之人尽量别害了性命，我从系统商城兑换了柄普通匕首，在地面刻下几个大字：水银剧毒，危险误入。落罢，收起匕首，自顾自朝深处走去。小哥牛啊，该不会真晃点队员吧？感觉像，没人敢不顾水银毒走进去。老鼠玩猫，有意思。我离开不久，几个略显狼狈的尖刀小队队员追了上来。这小子真邪门，你们看，有字。队员们发现提示道，其中一人面色阴沉道：这里难不成真有水银剧毒？那玩意可不能沾多，沾多了神仙难救。尖刀队长按住耳麦问赵广智道：赵所，盗墓贼什么情况？赵广智直接道：盗墓贼应该是在晃点你们，他没有任何防护就直接进去了，极可能黔驴技穷，拖延时间。尖刀队长当即下令道：盗墓贼没防护都能进，大家不用慌，留几人断后接应，其余人跟我追。是，留下几人断后，剩下10余人朝墓穴深处追来。追了不到10分钟，一队员忽然呼吸压抑，脑海昏沉，身后另一队员直接昏倒在地。前方尖刀队长回头，发现紧跟在后的队员面色惨白。尖刀队长面色骤变道：不好，是水银毒。汞中毒分急性和慢性，损伤呼吸神经、消化泌尿系统，军校都学过，清楚中毒后的反应。本以为那盗墓贼只是拖延时间，没想到这里真有水银剧毒。队员们现在的状态做不得假，确实是汞中毒，继续下去身体损伤不可逆。尖刀队长下令道：平稳呼吸，减少吸气，速退。队员们相互搀扶，沿来路快速撤退。同一时间，李平担心盗墓贼设陷阱而留下断后的井，得知消息后屏住呼吸，冲入接应。直播间网友震惊，大佬团集体团灭，小哥完全不受影响，难道他体质特殊？尖刀队都扛不住，小哥什么离谱体质？墓外，赵广智面色阴沉，该死，怎么回事？他不信那盗墓贼的身体比尖刀队员还强，为什么同样距离，队员扛不住水银毒性，那盗墓贼却毫无影响？一个小小盗墓贼怎会如此棘手？你们带防护服和氧气补给去接应。赵广智下令队员送装备。一旁的张教授看着我游刃有余的模样，又看看中毒的尖刀队员，彻底陷入沉思。这家伙总不能是个怪物。10分钟后，中毒队员陆续撤出，赵广智吩咐的补给送到翻版机关道前。尖刀队员们拿过装备，越过机关道开始相互急救。中毒较深的缓解了症状，但若不及时送医，仍有隐患。不久，队员们大都恢复行动。赵广智的队员设法用绳索木板营救中毒较深者。原本待命的队员由队长交给副队长李平带队，剩下6人穿好防护服继续追捕。这一折腾，紧赶慢赶也耗费了近1小时。妈了，水银毒啊！小哥真不当回事，太牛了！观众仍沉浸在小哥无视水银剧毒的震撼中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深入，水银含量飙升，我中毒程度不断加深，脑神经、肾脏、智商各项数值在剧毒中反复震荡，我的思维被压制又被修复，目光时而茫然，时而深邃，隐约闪烁出诡异的光芒。不安感涌来，我赶忙从商城兑换防护服穿上，那股诡异感才消失。网友唏嘘，这才对，合着是有装备，现在才穿，该不会是刚发现扛不住了吧？但很快有人注意到异常，我的防护服薄如蝉翼，质地充满科技，3个小型氧气罐专为水银河准备。这装备太过精良，太过针对，绝不寻常盗墓贼所能备齐，唯有具备财力和研发能力的团队才会如此。等等，针对水银河，意识到问题关键的网友突然倒吸冷气，愣在原地。直播间弹幕瞬间消失，气氛忽然诡异起来。看着弹幕，我心里无奈。精良的防护服暴露，直播间直接炸了。装备这么精良，还敢说不是盗墓？比尖刀小队还厉害，实锤了！主播你骗得我好苦。墓外，赵广智红了眼，痛心疾首了。张教授看清了吧？这就是个盗墓贼，咱们还是商量怎么把他骗出来吧。张教授脑瓜子嗡嗡的，也开始动摇，他内心悲痛，没想到一把年纪还被这浓眉大眼的小子给诓骗。我看了眼弹幕，平淡解释道：这是我的毕业设计，准备上交给考古队的。说完便不再多言。当然，毕业设计是幌子，青蓝考古大学早取消了这环节，就算官方去查也查不出什么。网友们仍迟疑，这真是毕业设计？小哥，这防护服到底什么功能？我内心无奈，调出系统介绍，平淡开口道：这衣服采用纳米纤维管设计，能隔绝有毒空气，内置防水夹层，可以长期潜水，配备8个专用压缩氧气罐，理论上能一直待在水下。这是我看了黄陵水银河介绍后突发奇想造的，谈不上多厉害。材料除了纳米纤维管，还有我详细介绍了材质、用途和制造原理。起初众人不信，但当我把一切清清楚楚说出来时，网友们呼吸加快。墓外的张教授更是瞪
瞪大了双眼，声音颤抖道：“这不就是我老师当年提出的设想吗？因为技术难题，考古队研发部门至今都没造出来。没想到一个学生竟然完完全全设计出来。”他激动的全身发抖。考古队无法深入秦始皇陵的关键，就是无法长时间抵挡水银剧毒，常规防护服根本撑不过水银河。这概念性防护服一直是开采的瓶颈，此刻却完整出现在眼前。直播间懂行的人内心震颤，困扰考古队多年的技术难题，让你一个人攻克纳米级别科技啊！老哥怎么做到的？这叫毕业设计。考古队还不炸锅？看着弹幕，我知道自己坦诚考古大学学生身份，要上交毕业设计的说法，已经证明了自己想加入考古队的诚意。加上这件突破技术壁垒的防护服，所以说明我对考古的热爱。除了赵广智和尖刀小队，几乎所有人都振奋，弹幕刷着666，打赏不断，短短几分钟就破了10万。赵广智面色难看，看了眼兴奋的张教授，阴沉朝身后队员吩咐，立刻去查所有需要上交毕业设计的考古学校，最短时间内确定这盗墓贼的身份。在赵广智命令下，队员们很快进入专用网络，无数所大学经过筛查，很快锁定了17所。上报之后，当地保卫人员纷纷出动，在这17所大学里疯狂筛选。此时已是深夜2点，无数学生和导师在困乏疲惫中被拖出来，逐一审查。但当他们知晓有人潜入秦始皇陵盗墓，顿时一个激灵，纷纷配合起来。这可是天大的事！可无论官方人员如何寻找，都始终找不到任何与盗墓贼身份匹配的。除了几百个学生从网吧、酒店被抓回审核，再没有发现任何纰漏。那盗墓贼仿佛根本不是这17所大学的人。赵广智越发凝重，此人绝不简单，继续查，一刻也不能松懈。只要他真是考古大学的学生，就绝对跑不掉。新一轮审查再度开启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官方考古部门直系学校的青兰大学教师宿舍楼内，我的导师许志忠正看着盗墓直播咂舌不语。真惨啊，也不知道哪个大冤种摊上这种学生，大半夜被拉出来审查。他啧啧感叹，到秦始皇陵，妥妥要把导师送进小黑屋待20年。他嘿嘿一笑，庆幸自己学生都挺听话。不过画面里这小哥确实厉害，让考古队困扰多年的难题全给解决了。许志忠顺手打赏了鲜花乘100，加油小伙子，我看好你。他一直关注着这个瓜，这小哥太嚣张，开着直播盗墓，还敢承认自己是考古大学的学生。也不知道那个冤购老师知道后什么表情，可以直接离职原地去世了。许志忠越想越激动，继续看起直播。而此时我前行不久，来到一条分岔洞口，检测到人气值突破1万，恭喜获得秦始皇陵布局图，人气达成成就，小有名气，奖励鼓舞拓展包。脑海中系统音响起，鼓舞拓展包囊括8极拳、太极红拳等古老武技，刀叉剑戟招式俱全，可谓一部鼓舞全书。我心中火热，却找不到成就面板，似乎只能随机触发，不再耽搁。掏出布局图扫了一眼，看向面前岔道，直接朝左边走去。根据地图，右边通往浅层出口，靠近正门，已被考古队开发。这小子手里的地图有点奇怪，右边道路十有八九通往已开发区的出口，而他那地图上已开发区只占了一点点地方，难不成是秦始皇陵的深层地图？可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心底一惊，老张，这绝对是假的！之前咱们费多大力气都没找到秦始皇陵地图，这小子怎么可能有？肯定是误导，他走到深层通道只是巧合。不可能！驱使古墓深处，张教授迟延难断。男主从系统兑换粗碳素笔，对照秦始皇陵地图，在墓道中走走停停。男主一笔再强化3角圆圈标记机关。直播间网友满是困惑，纷纷疑惑小哥此举何意？墓道岔道纵横交错，男主的行为引来更多不解。男主手持的竟是秦始皇陵地图，画下标记只为提醒后人。他动作极快，转瞬便沿墓道前行数里。这些机关危险，给后面的人提个醒。本就为破解谜团而来，展现能力以便出去后加入考古队，省去麻烦。藏着掖着没意义。给尖刀小队提醒，怕他们抓不到你。盗墓到这程度没谁了。感觉秦陵勘探区像自家后院，从没见过这么反常的勘探者，完全无视考古尖刀小队，反倒是刻意引导，举动太过反常。也有猜测是否顾不云夜干扰他，该死，太离谱了，根本没把过安保队的核查当回事。此人敢在考古保护区光明正大留标记，绝对是故意布下的奸计，干扰勘探。老大，这盗墓贼当着尖刀小队面标出所有机关，分明藐视你，打你的脸。我一定把他绳之以法。新闻我看到了，正巧青狼回来，等会儿让他过去。青狼出身特殊部队，执行上百次生死任务，实力恐怖，曾一人完胜尖刀小队，刀术出神入化。没想到他回了骊山。赵广智亢奋，仿佛已将面具人落网。此时尖刀小队即将赶到，那盗墓贼竟自己进了死胡同，妙啊！他激动不已。盗墓贼再棘手，靠的也是墓穴机关。如今自寻死路，前方无路，还能往哪儿跑？越看那堵墙越顺眼，心情舒畅。小样，跑不了了吧？这回总不能还有机关了吧？追了几个小时，总算追上了。哦，你还真猜对了。一句骗你的，直接给网友们整不会了，弹幕瞬间爆炸。小哥秀啊，这么多队员追上来你都不慌，他们可都是以一敌十的存在。快求饶吧，别负隅顽抗了，我们还想看你直播呢。骗你的。小子，看看你拳头有没有嘴硬。兄弟们上！这默契配合，寻常人一个照面就得废。弹幕又炸了，7打1至于吗？小哥凉了，早投降多好，别打太惨啊，还想看直播呢。
就在下一秒，不动了。借着太极阴阳变换，我顺势抬膝抓住那人，直接顶飞，同时抬腿避过扫腿，狠狠一脚踩下，咔嚓，骨骼断裂。最后一人攻势已至，我以诡异姿态贴上近前，握住他手腕缠绕卸力，几掌推出，令他重心不稳，眸光一亮，一步跨出腰马合一，一肘直击胸口，砰！前后不过刹那，所有人面色大变。太极一个照面废3个，一脚踩断腿，一肘顶飞人，以柔克刚，以刚克柔，展现的淋漓尽致。网友们激动地站起来，本以为小哥就是盗墓厉害，没想到是真有底气。他不是挑衅，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自信。直播间里混元太极门掌门杜瓦林看得心神战颤，太极虚实变化被此人吃透，缠手搂膝奥步发挥到极致，竟能破开3人合击。这卸力手法从小跟高人也未必能练到这种程度。一个盗墓贼，太极比他这个掌门还强。最后一招不是太极，是8极拳的顶心肘，能把太极和8极融会贯通。此人的鼓舞造诣已登峰造极。消息发到鼓舞门派群，各掌门冲进直播间，看到打斗场面内心狂颤，怎么可能？这8极拳比我还要刚莽霸道。那手红拳怎么和我家同源？为什么我家的鼓舞他也会？每个家传鼓舞都是不传之上，此刻竟全聚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还使唤得无比顺畅，仿佛彻底融会贯通，1打7，1分钟不到结束战斗，全是一个照面就干翻。古墓里我已停下动作，7个队员躺在地上，爬都爬不起来，弹幕疯狂滚动。幕外的赵广智下意识咽了咽口水，莫名心惊。检测到速图人气值突破3万，随着直播时间增长，人气值增速越来越快。系统声音传来，版主自商城兑换纸笔，为每位队员把脉书写方子。网友满是疑惑，网友疑惑小哥所做何事，得知是为队员看伤后，惊叹其竟懂医术，感慨鼓舞蛊术已然离谱，医术更是意外之喜。当众人见男主扶起后取钢板固定，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屏，满是震撼与惊叹。真是在治病，一人一个方子，打完人还顺手开药，太秀了！断腿都能接好，这小哥前半生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有网友感叹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来到秦始皇陵，但打了就负责，这点我吹一辈子，哈哈，感觉小哥好无奈。众人兴奋不已，原以为是个嚣张盗墓贼，结果发现是考古大学尖子生，饶枪古师，现在还精通医术。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，打完来犯之人当场看病开方，一时也不知是心善得可爱，还是故意恶心人。古墓之外，张教授注视着直播画面里为队员接骨的江明，心中暗中考量：老赵，这波怎么说？此人若真有歹意，绝不会给队员们治病接骨。还能怎么看？坐着看呗。青狼，行了行了，啰嗦。老登儿，去给我准备几瓶牛栏山。你叫我什么？小登儿。我这就去。带这些干嘛？他又没有枪，不公平。那包里可是有手雷，超你等我消息吧。古墓中，我心底突然生出不安，危险感知天赋发动了。小哥，外面来了个狠人，单枪匹马拎着刀追来了，快跑！我在精神上帮你挡着。死胡同开始震颤，秘术出显位。不好了，小哥，那狠人到血尸那儿了。什么？看着弹幕，心底一惊。常人要10几分钟的路，那人2分钟就走完了。心底不安仍在攀升，我尽全力驱动蛊虫，加快破开前方阻碍。墙体被蛊虫啃得碎石乱撞，我心里那点不安越来越重，脑海中皇陵布局图推演到极致。我没空搭理直播间的劝降，只顾操控蛊虫继续往前掏。墙终于塌了，一条幽深的通道露出来，随之而来的是密密麻麻数都数不清的黑蛇，清一色的黑眼镜蛇，品种罕见剧毒，还带着腐蚀性。能在水银环境里活到现在，这玩意儿比外面那些毒蛇凶残10倍不止。小哥快跑啊！我却没跑，就站在那儿看着那些黑蛇从洞里涌出来，他们吐着漆黑的信子，齐刷的盯着我。一人竟然面对成千上万条毒蛇，直播间疯了似的刷屏，全在喊我快走，说我被吓傻了，我还是没动。让开！直播间安静了1秒，下一秒，所有黑蛇跟见了鬼一样，竟然真的往后缩，蛇群开始不停骚动混乱，然后齐刷刷刷往两边退。一条明显是首领的大黑蛇带头，蛇窝深处那些体型更粗的老蛇也全窜出来，把路腾得干干净净。然后所有蛇低着头，分裂两侧，跟古代臣子迎君王似的，把我拱卫在中间。我眼花了吗？小哥，你到底什么身份啊？这蛇成精了！古墓外面，赵广智和张教授估计也傻了，隐约能听见他们倒吸凉气的声音。我正要往前走。可算是让我追到了。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，一个穿着防护服的高大身影出现在视线中，背着3溜塑料桶，插着吸管喝酒，手中还拎着宽刃长刀。青狼是那个狠人，这特麻10几分钟就追过来了，打架还带着3撩酒桶，这人牛啊！小哥不是废了吗？不少网友瞪大双眼拦住他，可我没回头，只是淡漠吩咐一声后便迈步朝深处走去，从头到尾都没看那大汉一眼。这种赤裸裸的蔑视让青狼暴怒，一步跨出，整个人离弦之箭般暴冲而来，直奔我。可青狼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即将接近时，通道内数十条黑色眼镜蛇忽然冲出，青狼转身躲避，反手就一刀斩下。金铁交击的声音响彻墓道，青狼瞳孔一缩，直播间无数网友面色大变。这蛇皮肤堪比金属，秦始皇陵的黑蛇怎么这么厉害？变异黑蛇，小哥竟然能号令这种生物，他怎么做到的？这也太牛了！无数网友震惊于黑蛇的防御力，
更震惊我竟能号令黑蛇，确实离谱。青狼这一耽搁，四处的黑蛇纷纷嘶吼着扑杀而上。青狼内心涌起强烈生死危机，猛然暴退，与黑蛇站在一起。不少网友不断追问小哥，那群黑蛇什么情况？刀都斩不破，那群黑蛇也太牛了。黑蛇上有蛊的气息，我是蛊师，他们自然应当听我的。说完便不再理会直播间任何发问。遇到黑蛇时，我就生出一种怪异感觉，我好像能读懂他们的情绪，如同我第一眼看到他们时，他们看到我同样是震惊与懵的。再加上从黑蛇体内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蛊虫气息，黑蛇就有了土性献媚的一幕。还有我体内血液流速忽然加快，这一系列变化让我多了不少猜测。黑蛇并非蛊虫，只能算半蛊。他们在水银与风水格局中浸染多年，已具蛊性，却因无人炼化，始终无法蜕变。九黎巫血对蛊虫有天生的吸引力，而我的血脉中透出的巫力足以让这些半蛊趋之若鹜。顺手抓了几条收进系统空间，打算有空时炼化试试。我从未真正练过蛊，拿半蛊练手或许更容易些。目前走了约1/3，快到水银河了，之后便是从未有人踏足的区域，危险必然更多。想到这儿，反倒有些热切。我来这里本就是为了看看那些未开发之地藏着什么。我压下内心炙热，不断打量四下的布局，推断可能出现的危机。此时只能小心翼翼前行了。目前遇到的机关和我标注出的地方，在官方对秦始皇陵的开采纪录片中都发布过，大都是类似的机关：翻版机关道、弩箭机关，以及藏在意想不到地方的虫子、黑蛇等。这些危机对如今的我已不是问题，但对旁人却并非如此。兄弟，你都打了3个小时了，才砍死3条，还不放弃？你有点执着啊，兄弟。直播间不少网友站成一排，与黑蛇搏斗许久的青狼越发气恼，越发憋屈，脸都气红了。我不玩了！再次击退2条黑蛇后，气急败坏的转身就跑，想要回去拿热武器，准备弄点手雷 RPG。早知道这个盗墓贼这么离谱，自己就不拖大纸带把刀来了。青狼气愤的跑了，没一会儿他又气愤的扛着 RPG 回来了。一群烂蛇也这么嚣张，青狼扛着 RPG 狂笑，机枪扫尸，手雷乱扔，火力拉满。半小时后，他看着满地痕迹，内心无比畅快。我开窍了，跟人拼刀有什么好玩的？火力覆盖不香吗？我的心性又一次蜕变了，这是变强的感觉。抛弃了所谓刀神的荣耀，接受了热武器。那这次任务后，我能不能一刀斩出罡风？这是我毕生的梦想。我确定变强和心性有关，因为我真的无意中斩出过一回。现在心性变强，我对追捕盗墓贼也越发太热。小子，爷爷来了！青狼朝赵广智给的路线追去，弹幕零星飘过。这大叔有点二，感觉像糙汉子追求武道尽头。刚才他周身好像真有气流波动，而我此时已渡过无数机关，来到那水银河畔。传说始皇在陵中修了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，这河便是水银河。我看着面前粘稠的银色河流，来回踱步，不论往哪儿走，生死畏惧感依旧存在，好像水银河里有东西。我皱眉，从系统空间兑换淡蓝色蛊虫扔进去，掐诀感知，回来的反馈却是空空如也。怪了，以我这身装备，就算跳进去也不该有这种危机感，而且危机感还在加强。我忽然想到什么，抬头凝望，难道是他那个叫青狼的大汉？可他的防护服根本走到这里，这危机感到底是？小子，给爷吸奶！来不及细想，内心不安瞬间炸裂，破空生至，我甚至来不及闪，一枚 RPG 擦着我脑袋飞过。我劝你别有小动作，在面前水云河中轰然炸裂，弹片都没划破防护服，但我面色阴沉下来，看着走来的青狼，我单手腹背手上不断掐诀。青狼露出忌惮之色，眯眼道：见我不为所动，便又直接扣扳机。小子，乖乖跟爷回去！这一发 RPG 被我轻易便躲开了，弹炮却炸在墙上，古木一颤，灰尘四起，弹幕逼愤声四起，烟尘散去，水银河畔却空无一人。北传，幕外赵广自立刻去准备渡河用具和武器。我消失后不久，幕中开始轻微震颤，震颤伴着怪异轰鸣，让青狼这个老手都凝重起来。突然，墓道中传来诡异的声响，吱吱的尖鸣混着丝丝的土性，还有低沉的吼声在幽深的通道里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锁定了青狼来时的墓道，无数蛇虫鼠蚁生过的黑蛇，还有红眼白鼠与血蚂蚁。这墓里竟藏着这么多诡异的东西。直播间的弹幕瞬间震撼，所有人都在放大烧了，这绝对是小哥召唤来的。他们都内心炙热，本以为让黑蛇听话就够厉害了，没想到能召唤这么多奇异生物。青狼看着涌来的蛇虫鼠蚁，面色阴沉，抬起 RPG 就是一炮，轰隆！与此同时，水银河底，我一口鲜血吐出。咒法虽然能召唤方圆10里蛇虫鼠蚁，但代价也是极大。即使有9粒巫血，五脏六腑也遭受反噬，我还是太弱了。我目露血丝，脑海中浮新线蛊修炼之法，以蛊为本，以白骨养一蛊，孕育本命之蛊，蛊师9转，一转一重天。我与那炸汉战力相仿，但他有很多生死实战，战斗起来毫无顾忌，硬碰硬我必死无疑。如今只有2条路，要么找到本命之蛊晋升一转，要么借秦始皇陵困死他。系统商城里价值几万积分的蛊虫不够入门，我看不上，几百万上千万积分的又买不起。这是系统任务触发，目标找到秦皇藏身之处，秦皇帛书与长生药，奖励传说之蛊。随机，我原以为商城里的珍稀蛊虫就是传说，系统却说那只是罕见，比之更厉害的，莫非是上古10大架神蛊？据说他们生死人肉白骨。
其中便有可让人长生不死的长生果。我压下心头炙热，系统化的还没吃到嘴里，但现在首要之急是摆脱青狼的追捕。我在水银河中前行片刻，缓缓站起身，露出头。这里四周漆黑一片，墙壁上的晶体散发着微光，与银色河流相互折射，让这里多了些光亮。但相对于外界仍显昏暗。我打开强光手电，打量着陌生的一切，神色凝重。考古队从未进入过这里，水银河的剧毒让他们无法寸进一步。我也是头一次看到墓穴里的这般景象，这就是水银河后的景象吗？外界，张教授已被我的直播彻底吸引，看着巨大墓室内水银河流淌，四下闪烁着奇异微光，他内心触动，当年多少人的努力都没能踏入水银河一步，此刻竟真有人不顾生死进入水银河笼罩的地步。老师，您的愿望实现了！张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当即给自己的导师打去电话。年近80的老教授得知前后，身躯颤抖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水银河？有人踏入水银河之后的地界，他是个盗墓贼，他还开着直播！”老教授气急败坏，当即联系附近几个省的考古队，不少考古教授、爱好者、工作人员纷纷朝骊山市赶来，有人激动，有人谴责，神态各异。半小时内，他们被拉入群聊，一路开着视频。张教授详细说明情况后，教授们震惊于这年轻人的才华，机关造诣登峰造极，懂古术、通医术，还设计了潜水服准备上交。他给队员疗伤，心性上佳。对这群年迈学者而言，秦始皇陵是毕生未解的谜，如今竟被一个年轻人攻克，简直是考古界千载难逢的盛事。他们激动不已，极力拉拢，决意保下他，让他为考古事业献身。此等人才，谁能不心动？在华夏留学的考古教授史密斯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盗墓贼就是盗墓贼，做错事就该受罚。他在华夏多年，待遇优厚，始终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。这群东方人对他太过热情尊敬，他将其视为依附。所谓的礼仪之邦，不过是认输的技巧罢了。他也看不上教授们吹嘘秦皇汉武，汉朝却有史料，秦皇功绩却无实证，更别说夏商周与三皇五帝，在他眼里皆是野史神话。听到网友说外面聚了几百个教授，还都在商量怎么拉拢我，我心里松了口气，这次赌对了，只要能拿出足够震撼的东西，盗墓那点事就翻不了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动作，继续往深处探。然而同一时间，皇陵外的野地里，气氛却没这么和谐。数百名教授围坐在临时搭起的幕布前，盯着我的直播画面，正激动得满脸通红。有人赞我少年英雄，有人说我胆大心细，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等我出来怎么抢。唯独一个人全程冷着脸，便是老英国来的外聘教授史密斯。他抱着胳膊站在人群边缘，听着周围那些溢美之词，越听越不耐烦。终于在有人又一次提到皇陵内必有日月星辰、山川大河时，他嗤笑一声开了口道：“日月星辰、山川大河。”他故意拖长了调，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让周围一圈人都能听见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一座陵墓不过几座山大小，你们居然围在这里，热火朝天的讨论什么玄学龙气、日月星辰。几个教授转过头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史密斯却浑然不觉，或者说他压根不在乎。他来华夏2年，拿的是最高档的外教补贴，换女朋友比换奖励还勤。这群东方教授在他眼里，从来就是一群守着破烂古董的软骨，整个骊山都装不下什么山川大河，何况区区一个秦始皇陵。他扬起下巴，语气愈发刻薄道：“2000多年前的落后朝代，你们居然相信那种陵墓里能装下日月星辰，自欺欺人！”一位老教授沉下脸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，请你注意措辞。”史密斯夸张地瞪大眼睛道：“措辞？我这是在救你们！你们这群人，简直让我看到了东方学术界的腐败，毕生追求一堆破铜烂铁，还美其名曰文化传承。”他环顾四周，见几个教授脸色铁青，却没人上前，心中越发得意。果然，这群东方人骨子里还是畏畏缩缩，根本不敢对洋人怎么样。他变本加厉道：“别的不说，你们中医都被我们西方研究透了，你们还在这儿吹秦始皇，书同文车铜轨是假的，镇压龙气是假的，统统是假的。你们这些教授不知天高地厚，愚昧无知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”他拖长音调：“这可是你们古人说的，可惜你们现在这模样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”场中一片死寂。幕布上，我的直播画面还在继续。远处，赵广智脸色已经黑成了锅底。几百个教授要是被这洋鬼子气得原地爆打，他今天收不了场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难怪你们闭关锁国，都是这样的人，活该你们挨打。史密斯不屑地看着众人，那副我为你们好的嘴脸，让在场数百教授脑子嗡嗡作响。这谁啊？史密斯瞬间给所有人留下狂妄自大的印象。当着数百资深教授的面，他直言考古队无可救药，言论通过直播迅速发酵，观众怒斥其贬低华夏文化，直播间热度飙升，连带我也被推上风口。等我通过直播间得知此事，内心怒火升腾。秦皇扫陆河，并天下，功绩传唱至今，更有野史为证。如今外藩蛮夷竟敢公然贬低，岂不可恨？考古教授们一生奉献，挖掘历史，铸就我华夏儿郎不屈之魂。若没有这些璀璨文化，何来今日盛世？外国罪，可我华夏百家姓氏，往前10几代，谁家不曾名动天下？王朝更迭，无数奇人异士于此立下丰功伟绩。我华夏数千年屹立世界之巅，不过是清代暂时低谷，如今竟有外藩在此大放厥词，也配言我华夏之史，也配言始皇之功。我侧身抬头，冰冷目光回望直播镜头，史密斯滚回你的贫瘠之地。话音传出，系统直播给了特写，在所有人看来，史密斯大放厥词后，荧幕中的我似真能听闻般侧身回首，传出冰冷刺骨的声音。史密斯被吓得一个激灵，对上我面具下那双冰冷眼眸时，心底一惊。张建国教授愤而
起身，举拳大喝道：“说得好！”其余教授纷纷起身叫好，后生可畏，外藩蛮夷，也配谈我华夏5000年历史？我华夏始皇扫路何时？你们西方还在几个村打架呢，还有脸笑话我们？可笑！教授们纷纷附和，对我好感飙升。史密斯面色愈发难看，声音阴沉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这秦始皇陵中绝对不可能有日月星辰、山川大河。若是小小的水银，就当是川流大河，该多可笑！你们终究是自欺欺人罢了。”他冷冷看着直播画面中的我，扫过四下教授，心头怒气翻涌。这群东方人竟敢侮辱自己，愚昧，无可救药！张教授低喝道：“史密斯若不想待，就滚回你的国度。”史密斯投来不屑目光，声音冰冷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们所谓的日月星辰、山川大河是怎么藏在这秦始皇陵中的。”张教授怒火中烧，在众多教授推测中，日月星辰、山川大河不过是比喻，水银河便极可能是秦皇所施的大河。这外邦蛮夷一副看不起的模样，着实恼人。就在这时，直播荧幕上，我淡漠声音传来道：“那你就好好看着。”在所有人注视下，我于水银河中漫步，朝前方缓缓前行。不少教授迟疑担忧，这小哥发现了什么？始皇所布的山川大河，除了水银河，难道还有别的？教授们感到诧异，按推测，皇陵中除了水银含量爆炸，机关毒虫遍布，似乎再无更多奇异。可小哥为何出此言？难道他早察觉到了什么？正当众人疑惑，画面中再度传来我的声音：“此地暗河天干地支，皆与外界相对，咸丰历、五行藏，所谓日月，便在此处。”我声音落罢，在所有人注视下，来到一扇封闭的大门前。随着我将大门缓缓推开，一道耀眼光芒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之中。伴随着那道耀眼光芒，直播画面被瞬间填满。短暂的刺眼过后，一条巨大通道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通道布满青苔和银色水晶，水晶光芒经脚下水银河折射，将此地照得一览无余。通道尽头是直通向上的台阶。史密斯嗤笑道：“跳梁小丑。”认定面具人在装腔作势，却无人理会他。所有人都盯着画面中的我。我踏上台阶，一步一步不断向上。众人内心也随着我的步伐忐忑起来。他们本以为水银河就是始皇陵中的大河，可我说不是，这让他们担忧。若真拿不出比水银河更厉害的东西，岂不是让外邦看笑话？我走了近半小时，众人才看到台阶尽头那缕微光。史密斯率先质疑道：“走了半小时，横向距离至少升高了400米，这人早该走出始皇陵了，怎么还在里面？你们在作秀！”教授们也开始迟疑，网友们则满心费解。画面中传来江明冰冷不屑的声音道：“华夏玄门秘药，岂是你这外邦藩奴能懂？”史密斯顿时脸色难看起来。网友们激动了，原来是玄学布局，小哥一眼就看透了。教授们重燃期待，或许真如小哥所说，始皇陵中另有乾坤，始皇帝一生壮烈，其陵墓岂能简单？此地必有奇观。史密斯冷笑不语，等着看这群东方人封建迷信的笑话。我来到台阶尽头，穿过一段短通道，前方出现一座一望无际的桥梁。当我从通道彻底走出，画面震撼了所有人，无数教授瞪大双眼，史密斯更是骇然失色道：“不，这怎么可能？皇陵中怎可能有如此广袤的布置？绝对不可能，这是妖法！”画面冲击太强，完全不科学。桥梁下方是数十座惊人山峰，占地极大，整幅画面以无尽桥梁为基，左侧烈阳当空，云雾缭绕间银色大河奔腾，右侧圆月高挂，星辰争辉，漫山遍野的奇花异草散发着微光。随着我驻足，众人看到太阳向右缓缓移动，月亮向左逐渐消失，又在左侧重新升起，天空星辰闪烁，时而湮灭，时而新生，日月轮回，星辰生灭间，下方世界云雾翻涌，万物生长又枯萎，这无垠空间宛如一方真实的小千世界，在皇陵墓穴中演绎着日月星辰的更迭，山川草木的生命。这皇陵怎么会有如此景象？日月星辰，山川大河，而且充满生机，这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始皇难道真有惊天伟地之力？无数观众心神震颤，数百教授呼吸加快，双眼泛红，这才是真正的日月星辰，山川大河。这等巧夺天工的巨制，那个时代究竟如何做到？难道当时拥有超越现代的科技？史密斯死死盯着画面，双眼赤红如野兽道：“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，这根本不科学，一定是合成画面。”网友们激动追问道：“小哥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我们讲讲呗。”画面中我面色平静，从背包取出长绳，拴在桥梁护栏上，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下滑落。史密斯声嘶力竭地嘶吼道：“这绝对是合成画面！没想到你们东方人为了满足内心那点可怜的虚荣心，竟然不惜在考古事业中作假，这绝对是假的！”他无法接受东方大帝强于自己国度的事实，但现场所有人直接将其忽视，目光紧盯着画面中的我。他们知道真假与否，我必然会有进一步证明。不出所料，当我平稳落地的第一时间，便找来了之前在黑暗中看到的那些散发微光的花草道：“藏龙花、七星叶、年罗果，你们有吗？”我随手把玩着找到的花草，面色不变。话音落下，史密斯面色骤然苍白。血蛇藤、隐微虫、五花木，你们有吗？我一踏前行，借古术将之前所见的云雾全部召集而来。那些云雾竟是由无数细微飞虫形成。幕外史密斯内心愈发憋屈，一生信念仿佛在此刻彻底破碎。他身形踉跄，面色惨白，许久，他才强撑着一口气，颤抖开口道：“日月星辰，你又如何解释？”解释？谁都没想到，直播画面中传来一声不屑冷笑道：“你听得懂吗？”我从始至终未曾回头，神态中的轻蔑让史密斯如遭暴击，他气血上涌，头脑发昏，却仍然嘴硬道：“既然无法解释，那就是假的，这里绝对有合成的画面。秦始皇是数千年前的老古董，那个时代绝不可能有如此巧夺天工的工匠。”我一声轻笑道：“是爻阴爻，是阴歌诀，六亲六兽六神，你懂吗？”我声音平淡，尽是对无知者的轻蔑。八淳宫64卦，12地支，刑冲克害，你懂吗？地支三合局，地支禄合，入木入库，出木出库。
魄、寻空、伏神飞神、动卦静卦、主卦变卦、12长生、星煞、金氏易传、冻灵秘诀、火珠灵、黄金册、断翼天机、卜筮全书，这些你懂吗？我语气平静，那份从头到尾没将史密斯放在心上的轻蔑，让他如遭雷击。但凡你懂其中半点皮毛，都绝不敢说出玄学不存在这等荒谬言论。未入其门，先否其存。赐你这等外邦藩奴，也配言我华夏精粹？我轻笑一声道：“不过是你的无知，使你发出的无能狂言罢了。趁早滚回你的贫瘠之地。皇陵中的九宫四仆，地质变幻，相冲相害。即便说与你听，以你外邦蛮夷之智，又能听懂几句？离去吧，莫要自取其辱。”说罢，我自顾自朝深处走去。幕外史密斯听到最后一段话时，已然心神大乱，最终一口鲜血喷出，鲜血中夹杂白沫，他失魂落魄，瘫倒在地，气急攻心，昏死过去。教授们激动不已。王雅国，直至此刻，我脑海中传来系统提示：丁，检测到宿主人气值突破5万，恭喜获得基础玄学秘钥总纲。基础玄学秘钥总纲囊括世爻阴爻、世阴歌诀、六亲六兽等所有基础玄学知识。机械化声音落罢，无数玄学知识如海浪翻涌袭来，我一阵头晕目眩。许久，待彻底消化之后，我才真正看懂此地布局，竟是利用无尽相冲相害及陆合之术，聚阳为阳，聚阴为月，配以12地之时辰运转，最终形成日月星辰轮回更迭之景。在我给众人解释时，史密斯被人当场抬走。此时亲王渡过水银河，出现在无尽桥梁上方，他看着我遗落的生命，狞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这是怕我抓不到你。”他毫不犹豫顺绳滑落，可滑到一半，忽然看到下方深渊中一个火苗正往上窜。亲王面色大变，惊怒之下满头大汗：“你特么居然烧绳子，还在我滑到一半的时候烧！”他怒骂2声，气急败坏的匆忙往上爬。我烧完绳子，转身便朝推测方向狂奔而去。亲王实力强悍，我正面不可敌，此地捕虫也无法硬抗他的热武器，至于杀他，开着直播更不可能，只能另寻他路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亲王刚上去，身后便有几个套着多层防护服，看上去鼓鼓囊囊的身影陆续出现。看着来人，亲王一愣道：“队长，狼哥队长都来了。”完了，这波小哥BBQ了。通过弹幕得知，亲王队长带着5个同级别队员赶到，还都配了热武器。我心底生出强烈不安和生死危机，关直播也不行，水银河后危机难测，随时需积分兑换破局物，积分不够可能陨落。可开着直播，追兵就能寻我轨迹，避开危险，直达此地。我陷入两难。外界数百考古教授气愤怒斥赵广智：“你们的人在追杀这小伙子，这是葬送考古界未来。”赵广智满头大汗，仍阴沉着脸道：“此人盗墓，必须绳之以法，没得商量。秦始皇陵的危机困扰我们多少？”赵广智，你冥顽不灵！教授们气得颤抖，看着一个个快咽气的态度，赵广智赶忙闭嘴。众人围在一起商量，想保我，却拿不出有效办法。法不容情，偷文物是死罪。可我没拿墓里一针一线，只是破解机关。他们觉得不该定性盗墓，却无力阻止。弹幕一片哀嚎，完蛋！他们团队行动快，还有热武器，小哥落网了。希望小哥少判几年。呜！我正逃命，看着这些认定我跑不掉的弹幕，有些语塞，就不能判我点好？砰！宁静古墓中一声枪响，强烈生死危机下，我猛转身向左扑去，崩！子弹落在我前行处，土势飞溅，弹幕炸了，狙击手为了抓小哥，连这个都出动了，差点脑瓜炸裂，动真格了！我冷汗直流，看着弹坑，危机感攀升，我起身开始蛇皮走位，朝山林狂奔。砰砰砰！狙击手不断预判，好在危险感知让我险之又险避开，一路逃命，看得人心惊胆战。幕外考古教授们赤红双眼，看赵广智的目光满是仇怨。赵广智心虚道：“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”闭嘴！数百教授齐喝。赵广智一个机灵，不讲武德。嘿嘿，小子，这回看你怎么跑！完了，小哥落网了！不对劲，大家小心！老二去照应老四。是。大家小心，这声音不对劲。队长，找不到声音源头，快让队员保护小伙子！赵广智，他要出事，要你好看！青狼他们怎么会来？我根本不知情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就是跑腿的。队长，盗墓贼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。老实交代，怎么回事？我操！这小子绝对知道什么。你想做什么？地洞就要来了！六合倒转，九宫错乱，日月藏，星辰隐，
狂风卷鸟兽散，乌云蔽日暗淡无光。快停下！那你想做什么？地洞就要来了！不可能！秦牧用料厚实，怎会地洞？气象局也没报告。地洞？本以为盗墓贼有特殊手段，没想到就这，你们看着处理吧。别废话了，气象报告我刚看，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异状。这小子估计是黔驴技穷，在诈我们，还以为有多大本事，不过如此嘛。情郎，抓住他，准备撤退。我是个比潘红还懂狗的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还真是杀鸡用了宰牛刀。我是个比潘红还懂狗的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真让小哥说中了，是地洞。本以为小哥是诈他们，没想到他是真实诚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古墓怎么可能地震？这根本不科学！难道是气象局出错了？县城长立即激励其余排查存有成木特散。气象局，外界没有任何地动迹象，这地洞只存在于皇陵之中。该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绝不可能！怎么会只有古墓地震？这小子绝不可能！这小子到底怎么知道的？千古未有的奇观啊！可恶，难道老天都在帮他？皇陵地洞外界无碍，这简直是载入史册的奇景。小伙子预测到了，他简直是当代奇人！别让这小子跑了！不好，这群丘兵要动粗，这可是考古界的瑰宝。小伙子若有差池，我也不活了。我是个比潘海还能狗的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该死！此身犯我，今日必惩。队长，盗墓贼跑了。教授，太妙了！这操作真有点大呀！我是个比潘红还红的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小伙子最后那一下，绝对就是传说中的玉骨遁地。亏我还担心他难以逃脱，没想到他早已胸有韬略。考古队若能拉拢此人，何朝古墓机关不可破？这一手玄门推测，再加上古树配合下的原地消失，实在是太强了。若是考古队真能拉揽到如此奇人，好处简直无法估量。10里内的半古召唤，负担太重。片刻休整后，气血渐息，借助蛊虫，在地下继续前行。皇陵与外界隔绝，自成空间，自运天干地支，9宫排列。外界之事可在皇陵内发生，但不与外冲。地洞是我躲避狙击时改动格局所致，微末伎俩不值一提。真是你，牛啊！这谁做得到？逆天手段。此子堪于造营炉火纯青，牵动格局，引发地洞，闻所未闻。等他出来，定要讨教，联名向考古总部提交申请，保下这小伙子。等总部上班，或许能借上层关系保他。我心非是不可管，我心非系作何事？风鸣后，君子生前见。连过了水银河后，始皇陵都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我也隐隐觉得不对劲，但说不清问题在哪儿。他们正商量着要追上来，不太对劲啊，队长，这人到底卖的什么关子？上面让咱们死死跟着，没说不让出手。与其等更棘手的机关，不如现在追上去拿下他。这人心思狡诈，指不定还有后手。就算咱们失败了，也能给后面的同志趟雷，横竖不亏。我也这么觉得，队长。
古墓探险，危机四伏，一个青狼就曾把他逼得进退两难。现在咱们4人联手，还有重型勘探器械，一发重型器械就能完成任务。老四掩护，剩下的跟我上！快跑！他们追过来了！心里有数，他们追不过来，放心。这难道真有后手？这些都是纸装的。那白条上的纹路是不是什么陷阱？不像，应该不是。小伎俩哪挡得住那些身经百战的勘探队员？来！小哥快跑！他们马上追上来了，你再不跑就完了！不跑。我去，快跑啊！这都不跑啊！你不要命了？这不对劲吧？这几个人怎么相互打起来了？深夜4点，地下暗层。怎么突然就疯了？这不就一些白布条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小哥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布条上的纹路是一种古式防护机制，会随着视觉影响潜意识，相当于催眠，让他们产生幻觉。他们可都是意志坚定的勘探队员，怎么可能中招？没法自圆其说啊，这解释根本站不住脚。催眠再叠加古地阴戾气息扰乱心神，就算精神再强，终究也会崩溃。主播你自己信吗？有真实阴戾气息，岂不是成了古灵首领的名义了？秦始皇魂魄我不知道，但那白条通道里绝对有，因为我真见过。我是个比潘虹还懂狗的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小哥快跑，你那真有，给爷吓尿了！你不是要证明原理吗？怎么带着我就来看阴历虚影？我人傻了，那舌头是真的长，脑瓜子嗡嗡的。他为什么能看到古地异象？还不害怕？画面是真的，绝对不是 P 的。秦始皇陵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我真麻了，这主播胆子也太大了。你好啊，小白。主播你疯了！我麻了，彻底麻了。这主播到底什么来头？真是现场直播，我人都傻了。大佬，这才是真大佬。我是个比潘虹还懂狗的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此来头不寻常啊，竟能和古地异象沟通，闻所未闻，难以置信。不好了，小哥，那几个队员快把对方打死了！主播你真是狠人啊！教唆古地异象让队员自相自杀，这波要是死1、2个，你一辈子不用出皇陵了。不愧是你，可真行啊！没想到之前在防护布条通道遇到的那几只古地异象这么疯狂。小白去叫隔壁那几个先回来，别把人弄死。主播，你身边现在有几只？看着至少7、8只吧。主播到底怎么让古地异象听话的？熬了一晚上，愣是没弄明白主播什么来头。说是考古毕业生，官方到现在都没查到身份，太离谱了。你们回家吧，我再往里走走逛逛就回去，不用担心。月华洒红笺，梦里小走旧月，梦醒泪染胭脂面，山日夜。就那个地方，再加点炸药。这条通道可以直接出现在盗掘者前面，放心炸，出事我担着。来，启动。哟，几位都来看戏？你是什么人？胆敢毁坏皇陵重地？啊，哼，范儿挺正，就是丑了点。赵广智人呢？给你上司打电话，然后把无关人等全部驱逐。与军方常年合作的奇门家族之一，诸葛家的诸葛武。诸葛家传承自三国武侯一代的古老世家，神机与奇门2术冠绝华夏，常年与组织合作，胡为世人所知。青狼曾远远见过诸葛家普通弟子的手段，轻易绞杀变异凶兽，而他本人不是那弟子一合之敌。身为诸葛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，这个诸葛武，我心头一沉。关于秦始皇陵相关勘察事宜，军方已经介入。军方插手是我没想到的，但此刻更不能放弃。一旦被抓，就只能去监狱了。
必须继续深入，破解更多皇陵机关，或许才有转机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拿下！我心头巨震，八极拳，这些木偶用的全是标准的八极拳。远处诸葛武虎视眈眈，四下木偶纠缠不断，我且战且退，渐渐有些支撑不住。直播间里网友焦灼，全是会八极拳的木偶，军方还有这种能人？幕外教授们悲痛万分，直呼天妒英才。诸葛武随意的伸了个懒腰，召来一只木偶坐下，一副看好戏的神情。屁大点事还要请我来，老李真是混得一年不如一年。青狼咧嘴笑得很开心，我挥拳击退几具木偶，拉开距离，突然低喝道：“小黑，小黑！”随着我一声低喝，通道震颤，轰隆砰，哗啦啦，天花板炸裂，一具穿着诡异战甲的漆黑尸体轰然坠落，碎尸滚落，灰尘四起。那尸体缓缓起身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朝我直接跪下。这，网友们震惊了。小哥遇蛊也就算了，还会遇尸，教授们脑瓜子嗡嗡作响。这到底是什么手段？为何幕后的尸体全都要倒塌？这怪物当年让我们考古界头痛许久，如今竟对着小伙子下蛊。青狼瞪大双眼，脑瓜子嗡嗡的，不可能！这小子到底掌握着什么妖法？我刚把他锤成死狗，现在出来个能把我锤成死狗的人，画风却变成这样，这让青狼如何接受？幕外直播间炸开了锅，而我面色冷漠，一指诸葛武道：“把他拿下。”话音未落，漆黑尸体猛然抬头，瞳孔幽绿闪烁，如离弦之箭冲向诸葛武。四周诡异木偶回防阻拦，却被黑尸一把扣住头颅，猛然发力，砰！木偶直接碎裂。网友们直呼牛蛙，教授们震惊不已，连诸葛武面色也凝重了几分。看来你也不是一无是处。诸葛武挥了挥折扇，对上了我冷漠的注视。我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去。身后，诸葛武看着与木偶缠斗的黑尸，发愁的踱步。此物连他都觉得棘手。小哥，黑尸为什么听你的？网友们追问。我平静道：世间诡谲禁地中的奇诡之物，大都与古巫之术同源。身为古尸，自然可轻易掌握。水银河前的血尸层次太低，感知不到我的巫蛊之力，而水银河后的都是吉凶之物，层次高得多。我没说全，真正的原因是九黎巫血。若没有他，单凭古尸身份，我断然做不到如此。我继续前行。网友们激动了，不愧是小哥，古尸身份真厉害。他们争相录制视频，发布到各个平台。叮，系统提示接连响起：元气值突破10万获得鬼神之力，元气值突破20万获得赶尸秘药，元气值突破30万获得幽炎第一阶段，元气值突破50万获得血骨龙鱼血脉，元气值突破100万获得双生杖巫毒之术性命双生，可与种树者共享性命。各项奖励附带身体机能与精神力大幅提升。脑海中系统声音接连响起，在皇陵中走了一夜的我，感受着磅礴知识席卷而来，身躯强化了数倍，商城积分暴涨，我内心越发炙热。网上已经炸开了锅，直播盗墓，连军方都惊动了，真是从古至今第一人。我看着后台不断飙升的人气值，知道那些剪辑视频已经传开了。网友们对我遇蛊破解机关，跟青狼他们打斗的场景反应热烈，真的牛！遇蛊就算了，还搞出高科技内敏防护服，还是考古大学的学生，太厉害了，还精通医术古武。相比之下，古墓里的我倒挺平静，继续往深处走。而诸葛武已经折回地面，防护服，他吩咐一声，赵广智立刻送来几套。诸葛武带好简易直播设备，让赵广智开播后，又下墓追了过来，显然对我势在必得，还让木偶们带了不少热武器和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军方的直播授权让热度更高，网友热议：诸葛武出身军方，绝非青狼可比，青狼给他提鞋都不配。小哥这次十有八九要凉，我没理会劝阻，但通过弹幕了解到，此人确实非凡，让青狼小队都畏惧。不过未曾过多担忧，100万人气值换来的诸多手段，即便诸葛武或许也能斗上一斗。我忽然察觉到了什么，目光凝重地看向前方通道，镜头处似乎有一个人。轰隆，后方轰鸣传来，小黑被卸掉大腿，彻底废掉。这家伙真狠，出手毫无顾忌，也不知道小哥能撑几招。我赌10招，我赌11招。我没理会弹幕，小心前行。可没一会儿，当我快接近那道身影时，面前却出现一扇诡异的石板大门。此刻，我心底忽然生出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。兄台，又见面了。诸葛武里外套了7、8层防护，手里依旧抓着黑边折扇，五官清俊，笑容揶揄。我点点头，你来得正好。他来了兴致，兄台莫不是准备束手就擒了？我缓缓摇头，幽瞳所见，门后确实有一道身影。我心底的生死危机，并非来源于诸葛武，而是门后那人。皇陵封存千年，暗里不可能有含生机之人，可幽瞳所见，那人却生机奇旺，来头必然不凡。我觉得你可以和这位兄台好好聊聊。话音落罢，我一掌按下身后石门一侧的石砖，咔咔咔，伴随着锁链与机关运转声，轰隆，我们身后通道骤然降下一块巨石，封死退路。同一时间，前方古朴石板大门缓缓张开，这时诡异气息扑面而来，诸葛武瞳孔一缩，快速掐诀，左补卦象竟显示9死1生。他面色凝重，我同样露出忌惮之色，一脚踏碎地面石板，掐诀遇补之下，无数微小蛊虫形成的黑雾缭绕，地面开始蠕动。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，从巨石落下封死退路，到我遁地消失，不过眨眼。当诸葛武想追上我一同逃命时，怪异石门已然大开，一具全身缠着血色绷带的诡异身影出现在他视线中，居然是邪煞。感受着血尸周身的血煞之气，诸葛武瞬间拉开距离，那怪异尸体猛然抬头，嘶吼一声，直奔诸葛武杀来。轰隆，木偶们驱动热武器阻挡，可那尸体根本不惧，硬扛
着冲来，甚至一拳击碎一具木偶。诸葛武面色难看，冷冷盯着邪煞，内心焦灼。与此同时，我通过玉骨走地下，越过了邪煞所在，来到一处新通道，还好跑得快。我深吸口气，显然那怪物我应对起来也颇为吃力，想来诸葛武也不会轻松。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小哥这么忌惮，连小哥都没法操控，小哥真大胆。要是那怪物直奔他，估计人妈了。我面色平静道，这里并非仅有巫蛊之术，还有更多奇尸异鬼，有些东西即便我掌握的巫蛊之术也无法应对。简单解释后，我继续深入，没一会儿来到一间布局诡异的墓室，出来时的通道，墓室四面各摆一尊诡异供桌，供桌后方是4幅诡异壁画。我陆续看去，越看越觉诡异。一幅描绘山川大地，草木蓬勃，如山高的巨人盘膝而坐；一幅描绘尸山遍野，周身散发光芒的侏儒正在吃肉；另一幅穿龙袍的君王命人给自己建造雕像，君王手中抱着一块散发怪异光芒的石头。最后一幅雕像倒塌，另一位君王伫立一侧，脚下踩着的正是那块散发诡异光芒的石头。这壁画想表达什么？有点奇怪，两个君王，后者才是秦始皇吧？那第3幅的君王是6国国主之一，那块石头是什么？总觉得奇怪，网友们不解，我也是头一次在秦始皇陵中见到这样的场景。关于神秘的秦朝，他们所知大都是野史记载，而这壁画所表述的，似乎与那位一生传奇惊艳的始皇有些偏差。随着强光手电四下观察，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出现了2行诡异古老的繁杂文字，这一下顿时让不少网友愣住。这文字怎么不像繁体，也不像古代汉字，肯定不是，复杂晦涩，有的跟鬼画符一样，肯定不是现有文字，都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文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肯定不是秦代古，也不像符号，每个字似乎都在表达什么，难道是新发现的古老文字？教授们纷纷愣住，这种文字他们从未见过。张教授猜测一出，不少人呼吸加快。若秦始皇陵中发现未知文字，对揭开秦代面纱将有重大意义，或许是里程碑式的发现。